Hello，大家好，又见面啦。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最近读到的金融类的书籍啊，书名叫做《货币大裂变》。作者呢我看看叫什么，王永利，是原来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这个人呢，他基本上就是常年处在这个银行系统的一线和这个背后的管理层。所以说对货币有他自己比较独特的见解吧。我看完之后也是觉得他的很多观点非常犀利。当然有一些个别观点，我认为可能跟我的理解有一些冲突，但是没有关系吧，也不妨碍他的这些犀利的观点来开启大家的这个智慧。好，那咱们就开始。好，那他首先讲到了几个错误的认知吧。那第一个就是说，传统的认为货币就是央行印发的现金，这个跟当今世界的这个运行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了。第二个认为货币必然会无限制超发，试图寻找黄金或加密货币作为新锚。作者认为这也是一种错误观点。那这里我是有一点保留意见的，我认为货币必然超发其实是必然发生的只要它还是主权货币，那这种事情就一定会发生。当然他说的黄金或者加密货币作为新锚，这个我也承认它不太现实。回到这两个东西上，我认为是实际上发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第三个迷思是将信用货币体系视为人为掠夺，而非货币进化的必然。那这个当然就有作者自己的远见了，但是其实说到底，所谓的这个主权货币，关键看这个主权是如何运作的吧。所以作者提醒，当这些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的时候，继续沿用错的旧的常识，有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误判。那他把这个货币的演变发展，比喻成了一只昆虫吧，一只蝴蝶吧，化茧成蝶的一个过程。那初级阶段就是原始的这种遗物的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硅质化的金属铸币，第三阶段就是纸币，第四阶段就是说纯粹的信用货币，成为纯粹的价值尺度，成为这个最终的这个蝴蝶形态。那每一次的更新换代都是为了破除物理载体的束缚，返璞归真，彰显它的价值通证的核心根本，就是货币的本真的意义就是价值通证。这个观点我认为是非常犀利和具有洞见性的。那冰山迷思就是现金早就已经不是货币的主体，这里讲的首先是 M0， 所谓的现金货币吧。那据作者的观察，这种货币实际上在市场流通当中仅仅占支付的不到2%。那主要的主体就是在存款货币和数字货币，由银行记账和电子钱包构成的广义货币，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M2。那货币不等于载体，贝壳铸币现金存款仅仅是货币的表现形态。在信用货币时代，必须将目光从水面的印钞厂转移到下面的银行记账清算网络这个理念应该也是和这个比特币相通的。那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谁在真正的印钞？那左边是传统的大家理解当中的央行印钞，银行吸收存款，然后银行发放贷款。那认为银行只是资金的搬运工。那作者给出的这个他的理解是，银行评估资产和信用，发放贷款，直接产生这个派生存款，创造货币，并且由银行派生存款产生信贷资产。那在纯粹信用货币体系下，信贷投放成为了货币投放的绝对主要渠道。商业银行取代中央银行，成为了真正的货币投放的主体。
我认为这个观点也是非常犀利的，只有这种真正的银行一线的这些大佬才能总结出这样的理解啊。为什么我们无法回归金本位？那当然就是黄金它的这个储量是极其有限。那以30年不到的就解体的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而言，那显然它是违背了货币必须与财富规模同步扩张的这样一个底层逻辑。如果黄金供应跟不上财富增长，必然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通缩会严重的束缚经济发展，其危害远远超过货币超发所带来的通胀。那还有几种，作者做了个表格，对几种常规意义上的货币进行了这个比较啊。那金属它就是稀缺，弹性比较低，自然属性，崩溃会退场这作者预测它的这个未来的命运啊。那比特币算力与它的主要的锚定物是算力与耗能，它的弹性呢就是完全锁定，因为它的算法决定了它的总量大概是2100万颗吧。当然它的保护方面，它的去中心的演算法也是比特币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它很可能未来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数字资产，但是不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流通货币。那第3类就是所谓的超主权货币，这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牵头做的这个 SDR 吧，目前来说也是影响力非常有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Libra， 是 Facebook，大概在2000年左右倡导的也是一个超主权的货币。那最后项目也是应该算无疾而终吧。那作者是大力的倡导这个国家可交易总财富为代表的这个法定信用货币，那它具有比较好的弹性。另外呢，有国家主权与法律作为这个背书。那他认为这是现实当中唯一可选的这个方案了。那货币的本质是最高信用保护下的价值权证，脱离国家主权的寻锚注定是倒退的。当然以现实情况来说，作者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国家这个政治形态这种存在吧，本身是目前人类可以想到的、可以找到的最佳方案。当然这个如果去研究这个政治权利以及政治形态的这种，那可能需要有其他方面的比方说像这个利维坦这个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详细的解读吧，就是人类的政治权利的来源，以及人类政治权利的格局，以及甚至于包括未来的这个架构的发展，这个咱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比如说比特币的死穴，那作者认为比特币的创造者锁定总量，它将消灭通货膨胀，这个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最终它会达成的结果是系统孤岛，它由高度封闭的区块链链生资产，无法对应现实社会的财富规模。第二，它的通缩命运，总量锁定意味着无法满足真实交易的增量需求，必然导致严重的通缩和囤积。监管悖论，缺乏国家法律的最高信用保护，那就比特币会逐渐沦为投机炒作的数字资产，而并非真正的流通货币。比特币是精妙的数字资产，但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当然这一点我觉得作者的观点有他合理的方面。但是我想确实通过近年的这个法定货币的这种信用的下降吧，以及这些广大的投资者对法币的这种缺乏信心，我认为有可能，也未必是比特币啊，有可能会有一些新型的这种数字资产能够以更加友好的这个姿态出现在这个广大的这个投资者的这个眼中吧。
然后超主权货币，那他刚才介绍过了，就是Facebook 的 Libra， 还有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SDR， 那么他们都是将这个主体建立在这个法币的这个基础之上，但是它的问题是，它跟法币本身它所挂钩的这个法币天然就是相互削弱的一个关系，所以一定会遭到主权国家的抵制和扼杀。所以在全球一体化治理实现之前，超越国家主权的货币架构纯属空中楼阁啊，这个我是赞同的。那作者认为，终极平衡信用货币时代新的锚点就是国家主权法律保护的可交易财富价值的总额。那维持这个天平的动态平衡是现代货币政策的核心使命。那我相信，不管是美联储也好，是中国银行也好，那他们的这个核心使命当然都是这样的一个标的。但是毕竟世界上不只有这2个国家，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对吧？每个国家的这个法治和规范程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对金融制度的理解可能也天差地别。那举个高级一点的例子，比方说瑞士对这个货币和这个金融规则的理解，我相信绝对是与全世界各大国家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吧。更不要说一些世界上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甚至于流氓国家。那这些国家的法定货币，我相信你也不会愿意花真金白银去持有，对不对？好，那这里作者重新去阐述了他的这个观点，就是所谓的货币流通速度，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真实的流通速度。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讲到的观点，就是由银行、信贷以及产生的派生货币，它才是现代金融里面影响的这个流通速度的核心结构。它的总量不再是它的货币总量的核心不再是流通速度，而是社会的融资结构也就是其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我们周边大家感觉花钱也没有变多采购也没有变多对吧？但是货币总量是在大幅的增加的，那这实际上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信贷这里作者又强调了央行必须只做这个宏观调控，禁止向社会或公众以及政府发放信贷，而中间层商业银行应该作为这个信贷发放的这个主体并且它将面临这个所谓的破产的这个约束，不能说国家都让它大而不倒就是这个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的工商银行七大行，或者是美国的这个股市的这个七姐妹，实际上这些公司都已经某种程度达到了这种不能倒的这个程度。那这个对整个商业规则，对整个这个经济繁荣都是有负面影响的。好，当前的战略迷思，将央行的数字货币仅定位于代替流通中的 M0 现金，不计手续免手续费，这个是作者认为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在存款主导的信用货币体系下，高度模仿现金的设计会造成庞大的无效投入，使其沦为支付孤岛，难以延伸至核心的金融业务。未来的正确出路应该是广义货币，它必须全面接入 M2 体系，参与信贷的判生、外汇购买与记账清算，并接受同等的商业法则与市场的竞争。这里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传统的认知认为货币的主体是现金，那新的格局下，货币的主体是记账存款。央行发行所有货币转变为商业银行信贷派生货币。货币本质是央行负债，转变为货币背后是国家整体可交易的财富。需寻找实物或算法为锚，信贷资产质量就是货币的质量也就是说，这些信贷的抵押物，这些东西本身就代表着货币的这个质量本身。
调控物价依赖货币的需求侧，转变为调控命脉在于供给侧的信贷约束。换句话说，就是你的信贷政策宽松，那你的货币就会超发；信贷政策紧缩，你的货币相对就叫做什么通缩一些。对，就是这里作者重新再强调了，从需求跟随到信贷管控，信用货币是人类经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解除了这个实物对经济增长的物理封印。但同时而来的也是这种巨大的考验。货币政策必须将重心前移，与其事后盯着 CPI 进行需求侧调控，而不如直击源头，强化供给侧的信贷资产质量与总量管控。理解了信贷的本质，才能在未来的全球金融博弈中看清方向。好，这篇书的解读就到这儿。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公开账户这周实在是跌得有点惨。来给大家看一下，账面只剩10800块。这2周这个美股非常的动荡。好吧，今天就到这儿，祝大家发财，身体健康，拜拜。